但你好，我是一个刚毕业步入职场1年的糊涂女孩，感觉可以写首歌啊，糊涂女孩，有那种 AI 写歌的吗？好像也有是吧？咱们就拿我们小卖部这些信喂给那个 AI，让它就是根据这些信写一个老给我们小卖部投稿的这种 AI 脑的这种经典问题的那些，就给他们写一首歌，让他就叫糊涂女孩，忘不掉他，走不出来，他真的不爱我吗？为什么人一下可以变得这么快？明明说好了在一起，如果我等他的话，他会不会回来？啊，就这么创作一首，但他其实还爱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写一个糊涂女孩？真的感觉可以，以后就我们小卖部这个让用 AI 写嘛，AI 写也没有版权的问题了。以后我们小卖部读信的时候当那个 BGM 用，每次在收到这种来稿一放，哦，有一个糊涂女孩，是不是？但我这个我写词儿还行，确实作曲呢略逊一筹吧。哦，一个糊涂女孩。去年刚入职的时候，坐在我右边的大哥是我的 mentor， 就是那叫什么师傅吧啊，师傅，长得很帅。完了，悲剧开始，悲剧的开始啊！长得很帅。哦，有一个糊涂女孩，她身边的人长得很帅。完了呀！已经结婚生子了，而且很爱他的孩子。哦，有一个糊涂女孩，她身边的人长得很帅，她还很爱自己的小孩。你看这歌前3句已经写出来了。AI 帮我把曲子弄得好听点，词儿很好写。感谢未知数送的礼物，真头晕呐！长得很帅，结婚生子了，而且很爱他的孩子，桌面上都摆着儿子的照片。你说糊涂不糊涂吧？桌面上摆儿子的照片了都，就相当于门口摆着门神呢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结果后面是不是还是发生了？是不是？应该是吧，不然不会给我写信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一直觉得他家庭幸福，对他从来没有过任何幻想。觉得他平常带我去吃午饭，给我买奶茶，甚至有的时候加班到11点多，顺路开车送我回家，都是以为人父的温和慈爱，以及对自己组员的正常关心。直到今年过年公司组织年会结束后，我抽奖抽中了一台扫地机器人。行啊，你这该说不说，你这运气时好时坏，不太好拿。他提议开车送我，我就像往常一样很自然的搭他的便车，然后他在我们地库停车之后突然凑过来亲了我一下，这不对啊！我的天啊！这人哥，这对吗？这儿子照片摆给谁看呢？提醒自己呢是吗，兄弟？是不是每天如果不摆几张照片，是不是
啊，就每天桌上摆个儿子照片，就是那种每天看身边的小姑娘。哎呦，哦，我有儿子，对，我有家庭，应该是这样的，提示自己用的。到地库完了，车上没放照片，忘了，我整个人都惊呆了。他看我呆住了，又凑上来继续亲我，我心动了。我真的是生理性的喜欢他，真的心动啊！那就不是当时心动的吧？就是之前是吧？之前开车给你什么，平常带你去吃午饭，给你买奶茶，加班11点多开车送你回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心动了吧？俩人应该已经气氛已经是吧？应该已经到那儿了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吧？不然这也太突然了，这心动的不是吧？就是之前就气氛已经早就动了。这个只能说这个扫地机器人画龙点睛。请问扫地机器人在本文中起到一个什么作用？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啊！第二天我整个人脑袋都是乱的，这怎么就第二天了？他主动来找我，我们聊了很久。我说我是个有道德底线的人，绝对不会和已婚男人有任何瓜葛。他跟我说，他和他老婆已经吵架分居3年了。如果我同意跟他在一起的话，他会尽快提离婚，哪怕净身出户，也不会让我等太久。我第一反应就是劝他别离婚。这糊涂归糊涂，你还挺大方，又传统又糊涂。哦，有一个糊涂女孩，还很传统。说你孩子还小，你离什么婚？你那么爱你的孩子，你要给他一个完整的家，绝对不可以离婚。然后话题就跑偏到他真的很喜欢我，想认真的和我在一起，这是跑偏吗？那你俩本来是聊啥呢？这叫话题跑偏吗？这不就是这个话题吗？我不让他离婚的话，我们应该怎么相处呢？糊涂的我竟然说我们可以先私下相处一段时间，说不定过几个月他的感情就淡了，到时候悄悄分手，这段感情就当没有发生过。然后过完年回来上班，就是今天吧。他跟我说，他已经和他老婆都商量好财产和小孩的分割问题了，已经去过民政局了，过了30天冷静期，就能正式领证了。我现在懵了，他不会是因为我才离婚的吧？他和他老婆应该是蓄谋已久的吧？糊涂女孩，语文也不怎么样，蓄谋已久是这么用的吗？他和他老婆，什么叫蓄谋已久啊？人家就计划很久啊，或者说，就说什么也不能是蓄谋已久啊。要不然怎么这么复杂的离婚问题能这么协商的这么快呢？他不会将来要我嫁给他吧？我还小，才刚刚步入职场，还不想这么快考虑结婚的事情。我之前也没谈过恋爱哦，有一个糊涂女孩，她之前没谈过恋爱。我本来想着悄悄和她谈一段时间练练手，现在好像是要砸手里了。你想多了，糊涂女孩美死你！他长得挺帅的，你看还是心动了吧？其他条件就一般。哎，我真的没有想过要跟他一直在一起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救救孩子吧！别想了啊，人家不会跟你在一起。
想的多多的你。嗯。行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人家离婚了，你俩就那个正大光明的谈谈恋爱呗。谈一谈，怎么就结婚了？你先谈呗，你不是喜欢吗？你先谈呗。对，刚刚这个朋友说的非常好，我们现在很关心这个问题。请问扫地机器人归谁了？最后判给谁了？这很重要，这扫地机器人。想多了。那我看这个故事情节进展呢，这男的应该也是说的是那个真的，就是本来就是要离婚，就是确实就是本来就可能手续已经都办到一个地步了，啊，这女孩出现了，就跟你也没啥关系，人家本来就要离婚了。啊，你要是真的挺喜欢他呢，你就谈恋爱呗，反正本来他也离了，对吧？这结婚你是想太远了，想太多了。蛋蛋，我爱过一阵风。哎呀，我爱上了一个人，说爱可能又贴切又生僻，我也可以说我活了半辈子了，是个单亲妈妈。曾经的恋爱脑已经被治了10几年了，然后我遇到他，我可以称之为很短暂的网恋，我们没有见过彼此，却又很熟悉。我那颗疯狂躁动的恋爱脑从前年的土堆里奋力的发芽了，周围的朋友对我投来了鄙夷的目光，知道我那不该长的脑子给长出来了。3个月很短暂，我很感谢他让我忘记了一切，很单纯的像高中谈恋爱一样美好。可是在我身上的枷锁仿佛在拉扯我。现在有时候我在一个人开车的时候，看着天空就会想，曾经那么一个爱做梦的我，那么一个任性勇敢的我去哪儿了呢？我是不是没有做梦的资格了？现实真的好累呀！我甚至连思考这些都是只能在一个人开车的时候。它像一阵风，好像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我应该是羡慕他的自由吧？干啥呢？因为我多了我的牵绊，我一直知道我自己是个矛盾的综合体。我以为我很潇洒，却又被传统禁锢。我希望我的女儿以后能开出自由的花，带上我那一份。哎呦，可别啊，太吓人了！你女儿扛不住啊，别给她这么大压力，你也不要有这样的期待。你要开花自己开去，啊！所以现在我只能向前看，还会做梦吗？可能还会吧。最后想问，恋爱脑能做手术根治吗？不能了。追风啊，你去找他呀，风，他是风儿，你是沙呀，你追他呀。曾经年少爱追梦，一心只想往前飞。去吧啊，没事啊，咋了？不是网恋，你注意安全啊。C 单 OK 吧，感谢啊，你注意安全，姐们儿。一般这种就是特别美好，一上来啪咔咔咔就各种好，这种网恋，完了呢又结束的很突然。你回忆回忆，有没有跟你借过钱，要求你转账、见面什么这些？你回忆回忆。都没有的话，你判断判断，行的话见一面，追呗。真的恋爱的话就恋呗，有啥的？啊，你觉得身上的枷锁仿佛在拉扯你，然后呢，你后面又说希望你的女儿开出自由的花，带上你那一份，其实你潜意识里啊就已经把女儿当枷锁了，姐们儿，很影响心态的，很影响你和你女儿的关系的。那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。
你把它当枷锁，是不是？很影响心情的。自己去追，注意安全，就追就完事儿了，大不了就失败嘛，没追上回来了，完了呀，别被骗就行。别，你就当为你女儿吧，你就当为了亲子关系吧，对吧？为了改善你们的亲子关系，这个恋爱他就得谈，是不是？没谈成，怪他也好，怪你也好，怪缘分也好，无所谓。你不谈，你就只会怪你女儿。不好，不要这样。他又做错了什么？一个小朋友。吸管装反了，对我也发现了，没事儿，装反也能用，谢谢啊，西单口 K 瓜。哎呀，蛋，我很迷茫，我不知道哪个是自己的正缘，又来了。别动啊，你别说话，哪个都不是，算完了。一个是仅高中时代谈过的对象，只谈了不但1年，分手了，但一直到现在还拉拉扯扯。另一个是上班以后在单位认识的男孩。哦，有一个糊涂女孩，她无论遇到岁数多大的男的，都管他们叫男孩。又总结出一个特征。是不是？朋友们，我感觉快凑出来了这首歌。你是那做切片的朋友帮我上下文这个凑合凑合，感觉这歌快写完了。刚开始谈的时候，他对我爱答不理。西单 OK， 谢谢啊，行，买点牛脆脆吧，不用送礼物，那个牛脆脆今天有活动。觉得可有可无，谈了1年左右，他主动的提出了分手。可能我有一丢丢恋爱脑吧，在分手1个月左右的时候，他找我和好，我同意了。后来发现他好像变了一个人，对我比之前上心太多了。但这中间我跟高中时代的男孩依旧保持着联系，这些他都不知情。去年5月的时候，高中男孩突然找我和好，当时我还跟一起上班的这个谈着，可能是晚上一冲动，自己主动给一起上班的这个男孩提了分手，就跟高中那个男孩和好了。但和好的这1个月里，我觉得我俩根本不适合在一起，大概是因为高中的时代的感情就像白月光，真的是抹不平。不到1个月，我主动又提了分手，我俩断联了。过了大概2个月，那个一起上班的男孩又主动找我，想跟我和好，我就又答应了。但这中间一直到现在，高中的男生我俩后续又开始了联系。我知道我俩不可能结婚，但就是忍不住。他找我的时候，我不回他消息，我忍不住。后来一起上班的这个男生离职了，我俩现在算是异地恋。他也会固定的时间来找我，可我总觉得还是不适合，也不知道怎么向他开口。21到24年期间，我认识了一个比我小4、5岁的弟弟，弟弟很青春，很阳光，还在上大学，也算是我喜欢的类型。这中间我也会去找这个弟弟约饭、看电影，但总觉得弟弟还是太小，有些事情他不能给我提供帮助与理解，所以也一直没有在一起过。今年我又认识了新的人，各方面条件都不错，是我理想的结婚对象。但后来发现他好像跟自己一样，都喜欢跟前任极限的拉扯。但我该怎么办？到底怎么选择正缘？是吧？你看，我就跟你说，我就
不是呀。正缘，这底下怎么选个正缘？不知道。先做个证人，干啥要出庭啊？做个证人。我真告诉你啊，你又不乐意，你都分了吧？你听吗？你不听呀，是吧？以你的这种念旧的感觉，高中时代谈过的对象，拉扯到现在，21年认识的4、5岁的弟弟，已经25年了。上班的这个哥们儿都换工作了，还拉扯呢。你就是那个念旧的人儿啊！比较怀旧，你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算了，我觉得你看你啊，你改变一下你的思维方式，你不要想着什么碰上一个什么正缘什么的，这也舍不得，那也放不下。西瓜也想吃，芝麻也想要，人家狗熊掰棒子，掰一个扔一个，你有筐你都不扔，未见得就比狗熊强啊。你换一个思路，怎么说？与有情人做快乐事，莫问是劫是缘，行不行？他非得有个正缘吗？你快乐吗？我感觉你应该挺快乐的吧？不快乐应该早放下了吧？怎么样？快乐不就行了吗？你非要觉得哪个是缘，哎，我看起来哪个都不像，是不是？有一个糊涂女孩，前任总是难以忘怀，对，看，是难以忘怀。关注李诞好久了，上个月听了你和蓝小欢的播客，蓝教授说每年大年初一会立遗嘱，蛋总也说每年也会立遗嘱。当时听了觉得很有意思，但也没有付诸行动。就在今天上班摸鱼的时候，突然想起来，旅游万一有意外，我是不是要立个遗嘱交代一下？于是我刚刚3下5除2写好了，好神奇！我本来以为自己是个做好准备，随时都可以结束的人，但是写完了发现自己真的一点都不想死，突然觉着活着真好。当你一桩桩一件件交代身后事，想象那个场景的到来，想象身边的人对你死亡时的情绪时，突然眼泪就流下来了。但其实要我现在说有什么未尽的心愿，我也说不出来。既然活着呢，总能找到。总之在年轻的时候立遗嘱真的是好奇妙的体验，操作也很简单，自己拿笔写写就行了。有兴趣大家都可以试一试。祝小卖部生意兴，对，真推荐大家都可以试一试。但首先很遗憾，这不是我本人的故事，但是这是我极其羡慕的人生。人生百态这个词在我看来就是各有各的难，你就看不见各有各的好吗？可是我真的不想要我现在的生活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女生，
30几岁，在20几岁的时候，他妈妈在相亲角给他找了个老公，闪婚闪离，缘由是他想丁克，婚前谈好丁克，婚后她老公就想生，所以离了，婚姻就3个月，然后呢发了一个朋友圈官宣离婚，这一离大概持续了7年，7年以后又突然官宣，还和一个男同事结婚，男同事长得巨帅，比他小1岁，未婚小伙，废话，那不然怎么结婚呢？9月结婚，10月去欧洲蜜月。双11又离了，原因是在任何一场大小的争吵中，男方总是提他离过婚的事儿，常挂嘴边的话是如果我再结婚一定不找2婚的，女方说好，我成全你去找吧，就离了。面对2离，作为一个相处的还算不错的同事来说，我就想劝他一下，他的原话是不用劝我，没事儿，我没被骗，也没有失去什么，难过的事儿时间就解决了。离婚时他还在休婚假，婚假还没结束就回来上班了，我震惊他如此强大。然后所谓情场失意，职场得意，莫名其妙他又被升了职，做了主管。我以为一切尘埃落定，并不是。大概又过了半年，那个离了婚的男同事官宣结婚了，果然找到了一个1婚的老婆。就这时间，这个女同事忽然因为工作安排问题跟领导发生争执，自己决定接受赔偿离职了。走的时候一起吃个饭，说以后呢不会再结婚了，也不会上班了。本来是给自己定的是45岁退休，现在呢不过是提前了10年。爸妈有退休金，以前炒股赚了点钱，存款利息缴纳自己的保险就躺平了。现在他已经离职3年了。期间也有偶尔联系，他说现在觉得每天时间过得很快，不在职场挣扎以后，人也年轻了，心态也好了，身体更健康了，所以我羡慕了。跟我走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啊，在外人看来，我是家庭美满，可一地鸡毛，没人能懂。外人看他会觉得孤独终老，这外人肯定没有我，但你似乎就是那个外人。恰巧我问过他怎么看待孤独终老，他说年轻时候都享受过了，老了孤独就孤独吧。但我羡慕他通透的自由，我是不知足吗？啊，是，还是我现在的人生不幸福？不知足也会导致不幸福的。人生是一罐牛脆脆。怎么看待这罐牛脆脆，怎么品尝这罐牛脆脆，可能决定了这罐牛脆脆幸福不幸福。越吃越香，这人生呢越过越好。吃着就觉得怎么旁边那个人感觉吃的比我香呢，索然无味，越吃就越不好吃了。姐妹儿，你这个情况就别吃牛脆脆了，你整个佛学入门听听吧，可能对你会有所帮助。佛学入门整一下吧，你真的听一下，这种觉得自己不好，觉得别人的好啊，看听一听。是吧？他过的呢，一定也没有多好，但这不重要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他过得好不影响你过得好，他过得不好也不影响你过得也不好，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啊？是不是？让你选你也不会选，看看得了呗，是不是？还有2分钟发券。没有关系啊，这都是错误的参照。对于别人的人生、别人的故事，能学到什么，能吸取什么，自己想想，
弄完了之后呢，想完了之后呢，你只有2个选择啊，一种就是祝福，一种就是不看了，跟你没关系，对吧？你要不就好好的祝福人家，要不就别看了。还有1分钟发券。佛学入门讲的啥？就是讲这个佛学是怎么诞生的啊，佛祖是个啥样人，后来这些经都是咋回事？释迦牟尼的主张是啥？龙树菩萨是个啥样人，说了点啥啊？后面鸠摩罗什是个啥样人？说了点啥？佛学是啥意思？什么叫做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？什么叫做不生不灭？啥意思？这些话是什么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？什么意思？就讲点这。这卖的不就是吗？我就说，是个课，是可以听的课。就是这佛学入门这个课，它也有文字，有文稿，你可以边听边看。它里头有几节稍微难一点，大部分还是比较容易懂的。稍微有一些讲什么就讲龙树啊那些，那是难啊，那不能怪他啊，这谁讲都难，那玩意儿就是比较深奥。其实你听多了，稍微理解了，就发现也没有那么深奥，就稍微有几节比较难，这大部分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哪怕当故事听听也挺有意思的。就下载一个这个看理想的 APP， 给他一兑换，完事儿了。蛋总好，我是一个女大学生，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，我变得迷茫。我在一个合唱团，从小学唱到了大学，哇！但是我在团的最后一年，得知60多岁的男指挥婚内出，这跟绕口令一样啊！男指挥婚内出轨，找了个30出头的小三登堂入室，伪造自己的学历，从而成为了团内老师，对团员捧一踩一，形成自己的团队。请玄学大师哄骗指挥跟前妻离婚，对指挥的亲徒弟们，也就是团内的其他老师，一个用钱收买并升职，剩下的排挤走。曾经这个团完全不分区分职位，只有老师和学生。老指挥至今不信小三是为了他的钱和地位，认为他是真爱。这个指挥的地位其实是很高的啊！我是一个一直在象牙塔里待着的人，小康家庭，家里人一直给我灌输的是善良乐观、勤奋进取、敢爱敢恨等正直的价值观。所以这个小三出现后，秉持着近墨者黑的道理，我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都选择离开这个团。我看，卡了吗？没有吧？我看小三的朋友圈每天都是奢侈品、高档餐厅、豪车，以及那个越来越衰败的合唱团。我不知道那种极度的讨厌算不算恨啊？你看他干啥呀？手机不能拉黑吗？他出卖自己的肉体，获得钱、权力，德高望重的老指挥的名声，他也沾得上光。我也爱名利权，但我不屑于用自己的肉体去换。我知道我太死板、太单纯，可能是一种死正直。你又知道了？怎么知道的？谁跟你说的？是不是你们团里其他人这么跟你说的？你们团里其他人不会还说，其实那个老指挥一直都挺喜欢你的吧？没说过吧？不会吧？你那些朋友是不是还说，如果你稍微那什么一点，就没有这个女的的事儿了？不会吧？
我明知道这种事儿世上太多太多，可发生在我身边，我就没办法忘掉这些烂事儿。我知道小三儿和我成长经历一定有天壤之别，才能形成这样不同的价值观。甚至我这种正义的要求，对他而言，可能是一种何不食肉糜的天真。他用自己的不当手段，依旧得到了他想要的。这种价值中立的反思让我现在有点迷茫，到底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适度？死正直是过度的吗？我在触及到大原则时，宁折不弯的活着，在这个社会或许有很多挫折，但坚持原则对我才是一种有益的反哺，这样不好吗？好呀，谁说不好？我想我肯定是高傲的，但我如何不让这种高傲变成一种令人厌恶的高高在上呢？就是不要操心别人的事儿呀，对吧？道德要求自己就没事儿，就不要要求别人，就不让人厌恶啊。小三也在尽力追求他想要的，这种努力和我的是不是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？当然有。你这个呢，这个就是思维哲学，人受点挫折以后啊，挺有文化，挺有坚持的一个小朋友，一下就逻辑滑坡了。这个在我们佛学上呢，叫从常见一下就滑到了断见。什么是常见呢？我爱他，他爱我，我们一生一定会幸福的生活在一起，一定什么生老病死不会把我们分开，我们就是相爱，不会变，不会的，我们的爱不会变，我们一定会一直幸福这个就叫常见啊，就不相信无常，那就常见。断见是啥呢？第二天对方不爱你了，然后直接就开始断见。断见是啥？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真爱，没有，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真诚，没有信任，没有爱，这世界上一切都是假的，只有钱、权利才是真的。我要变坏呀！这就叫断见啊。见过吧？这种人应该生活中很常见吧？你自己心里有时候也会产生这样的心情的变化吧，是吧？所以修行是很难的，很多人就是常见一会儿，断见一会儿，常见一会儿，断见一会儿，就无法在中间待着。这种努力和我的是不是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？当然有了，怎么会没有呢？那就是虚无主义，否定了这个世界上有客观存在的价值，客观存在的道德，有客观存在的值得追求的美好的原则啊，我认为是有。那很多人就容易觉得没有，是吧？成王败寇就觉得没有嘛。谁上位了，谁厉害了，谁挣的钱多，谁就是对的，是吧？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。我觉得当然有区别，肯定有区别。没有区别，那我的恨也毫无意义了。可是我就是无法放下。对啊，因为有区别。如果有幸读到，非常感谢段总努力理解我的话，我不太会很好的遣词造句啊，还行，你写的不错啊，感谢段总答疑解惑，会一直吃好吃的牛脆脆的，嘿嘿嘿嘿嘿。好吧，你说的挺好的，我刚讲的呢是思考上的、逻辑上的，或者说哲学层面上的摆脱这种痛苦的方法。你对他的恨很正常，你是人，很正常，能不恨吗？你从小学到大学，
你是一种全方位的价值观的破碎。你从小学到大学，你付出了那么多感情的一种，你的爱好，甚至可能都是理想的一个合唱团，你倾注了你的整个成长青春在这里面。可能那个60多岁的老指挥家，你还很喜欢、很崇拜、很尊敬吧，至少对不对？你在这里面获得了你的成就感、你的学习、你的成长、你的友情，你对这世界的很多的基本的理解，你还学会了艺术。然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坏女人，跟这个60多岁的老指挥家走一块了。首先你就破产了呀！首先这个老指挥家啊，你平时你拿两根棍儿，你一会儿肖邦一会儿贝多芬，原来你也是个俗人呐！首先先崩溃了。完了这女的还不走了，还给你们团给弄得鸡飞狗跳的，这个也赶走了，那个也赶走了，啊，又完了。说这个世界，我知道，我从小学习，从小读书，我也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呢，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坏人多，但是这个合唱团可是我的精神家园呢，它可是一个小小的桃花源呢。又破产了，又破碎了，对吧？我理解你啊，很正常，有恨意很正常。但接下来你就可以想想，是不是？就拿它当成一个成长的机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人都差不多，都是人，都是普通人，对别人不要有圣人一般的要求啊，对自己也不要有，差不多得了。然后呢，第二就是告诉自己，这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纯粹的精神家园啦，什么象牙塔呀，什么桃花源呐，没有。你把这些想通了呢，你坐着这儿就是桃花源啊。出极狭才通人，仿佛若有光。哎，你坐这儿就有光，你看光不光？对不对？你想不通，我就真找着一个桃花源给你扔进去。你睁开眼看，你还是看着觉得都是，哎，这人怎么那么坏啊？这人怎么那么普通啊？不就这么点事儿吗？这世界没有那么那什么啊！不要有那个，就是刚说的嘛，你不要有常见，也不要有断见，哎，没有那么坏，也没有那么好，这很正常，它就是这个世界，就这样，我们就是凡人，是吧？过一天算一天。刚刚跟你说这比较逻辑哲学层面，你就是这个生活上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呢？第一，你就不能自己再组个合唱团吗？你们这出了这么多人，组不了的话，你们找一个团，你们加入一下呀。你的理想，你的爱好，你不能因为一个人你就给他断了呀，是不是？你喜欢的话，你接着干呢。第二，不要再看他的朋友圈了。我看小三的朋友圈，每天都是奢侈品、高档餐厅、豪车，以及越来越衰败的合唱团。那么爱看呢？你看他干啥？给他拉黑，不行了吗？是不是？生活你这过得好，你过好自己就行了。不是还有艺术吗？从小学音乐，不是还有艺术吗？唱歌呀，音乐呀 ，music 是无辜的呀，啊！大家好，点个关注，朋友们。你搞创作呀？你把这个故事，哎，姐妹儿，我今天有一个那个创意，我送你得了。你创作一首《糊涂女孩》怎么样？你给我来一个合唱团版本。你再创作一个系列，《糊涂女孩》、糊涂指挥、糊涂老头儿。
糊涂豪车，他在干嘛个？高档餐厅，糊涂餐厅，整一个系列。是不是啊？他们叫那他们叫什么来着？彩虹室内合唱团，是吧？那个很厉害的彩虹室内合唱团，你们也组一个呀？你们叫阳光户外合唱团，怎么样？是不是？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？哪儿的舞台你不能站上去唱呢？嗨起来，是不是？以前的合唱团你忘了，也许是个很好的机会。你看你以前在那合唱团一直唱，也没怎么样嘛。你这60多岁老指挥，我都不知道是谁。你整点你自己的追求、事业、兴趣、爱好。是不是？姐妹儿啊，很理解你。你完整听啊！我刚刚这一段呢，不知道被剪成切片会变成什么样。我希望你完整听，我希望你能听懂。我特别理解你啊，就这种理想比较理想，这个破灭的那种，确实有点从头到尾全破灭了。但是不破不立呀，听过吧？打碎重组呀，这是你成长的很好的机会。人生中嘛，这些事早晚都会遇到，早遇到比晚遇到好啊！加油，看好你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看好你，先看好吧。哎呦我天，这么早，too soon了吧？你们先喝点清淡的好不好呀？太吓人了呀！我的天哪！